你穿着这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你拿这些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穿啥？这是我的自由，我不知道让你来管。自由是吧？我他妈让你穿，让你穿啊！华上下5000年历史，全让你们这帮人给毁了。我就穿日本和服怎么了？我就跳日本舞又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？魏大妈冲上前，大声质问：“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穿成这样在街头跳舞，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？”大妈情绪激动，围观的大叔也迅速聚集过来，纷纷表达不满。你以为这样很美？你是不是中国人？大妈呵斥2名女孩，女孩就回答：“我就穿和服怎么了？我就跳日本舞又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？”最近几年，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是小粉红，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，没有经历过6·4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没有尝到过社会主义的铁拳。相反，他们从出生到成长，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表面上的繁荣。由于他们的阅历尚浅，更由于中国言论自由的匮乏，他们无法看到繁荣表象之下的黑暗与代价。再加上中共当局长期对民众进行过度的民族主义教育、洗脑，使这些年轻人不分是非，把所有中国的问题都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，而且带有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。他们对日本充满敌意，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。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中国小粉红这个话题。中共当局对韩国人开放免签政策，上海许多小粉红组团开豪车上街，对韩国人炫富，韩国网友表示难以理解。近日，网上传出大量视频显示，一对一对的豪车开过上海街头，引发路人关注。据传，这是上海的年轻男女向韩国游客炫耀，让他们尝尝见识。部分超跑车队还实施3班倒，保证一天24小时都有豪车上街。其中一辆豪车上还有儿童探出头来，高唱中共国歌。有网友爆料，开车的不都是上海的富二代，还有一些是小粉红博主，开的是几百到2000人民币一天租来的豪车。韩国人来上海住的是3000块钱一晚的迪士尼酒店，吃的是500块钱一位的外滩夜景高级餐厅，到哪里都是不看价格的打车。迪士尼票买错了，直接从黄牛手里加倍买过来。这些韩国人不但不心疼，还大呼便宜。你以为他们不会过日子吗？上海物价虽然高，但相比首尔还是差了一大截。韩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倍，即便搭上机票钱来中国上海消费，还是很划算的。这也是我国给予他们免签政策的原因，希望能够拉动我们日益疲软的消费。然而来到上海之后，韩国人发现顾爷们在炫富，网红们在对着他们的脸拍，网上全是笑话韩国人寒酸的讽刺。这样的场景，试问他们还会来第2次吗？而且一个个豪车边上穿行而过的都是满脸疲惫的外卖小哥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，穿着朴素的穷人。这种炫耀和嘲讽到底是在给我们撑场面，还是在让他们看笑话呢？此事在韩国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，许多韩国人留言肤浅，难以理解。而且视频中可见，工作时有的员工拉下口罩，恐怕有卫生安全疑虑，有的员工还擅自带着手机等违禁品进入工作间。对此，仙台市政府在本月16日回应表示，正在追查视频中工厂的确切位置，并将进一步调查有无任何违规事项。中共对中国人实施的所谓爱国教育，要民众永远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仇恨，因此培养出大量对日本怀有国仇家恨的小粉红。甚至有人看到中国人在街上穿和服，就认为对方不爱国。重庆市2名女子去年4月27日，在南滨路博览馆前穿着和服跳舞并拍摄视频，围观路人对他们表示不满，双方一度有肢体冲突。网传视频显示，2名女子在跳舞，吸引不少路人驻足观看。一位大妈突然冲上前，怒骂2人丢脸，有人还大喊他们是间谍，要求查看他们的证件。和2女子同行的男子上前试图缓和气氛，他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。不料，一名路人一下将他推开，现场出现推搡，火药味越来越浓。随后，其中一名女子打电话报警，公安赶到后，将穿和服女子一行人带走。第2天，公安表示问题已经得到妥善处理，具体情况不便透露。这个事件引起网友讨论，有网友认为排外是不自信的表现，应该容得下别人穿和服。也有留言说，在重庆，你可以不穿衣服，
但是不能穿和服。中共政府还给民众洗脑，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确实，中共当局一直想吞并台湾。中共国务院曾发布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》，提出2021至2035年中国交通建设愿景，其中包括了一条从福州到台北的高铁。中共当局设想中的两岸通道路线有北线、中线和南线3种方案。其中北线方案是指从福建平潭县东澳村衔接至台湾新竹市南寮渔港，此区域海峡地形的水深较浅，历史上也未发生过超越7级的地震，是专家普遍认可的首选路线。消息曝光后，迅速引发大批小粉红讨论，表示2035年坐着高铁去台北，期待这一天早日实现。有很多小粉红纷纷发视频，陶醉在美好的梦想中。大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搭高铁去台湾这类的视频。对面就是台湾省的金门列岛，大家都已经知道，坐上高铁去台湾就在不久的将来。那么你知道这趟高铁从哪里出发，经过哪里，最终抵达台湾吗？快点来看一看有没有经过你的家乡。京台高铁从首都北京出发，一路南下到台北，途经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，共9个省份，55个站，大约2130公里。全程12个小时，早上在北京吃早餐，晚上在台北吃宵夜。这趟跨越山海的旅程，我们可以看到山川、丘陵、平原、黄河、长江，还有大海，祖国的壮阔河山尽收眼底。大陆网友在百度地图发现，百度地图已经出现京台高铁路线图，显示若从乘坐京台高铁从福州到台北，只需要46分钟即时。1元人民币瞬间掀起热烈讨论。台湾陆委会对此表示，有关大陆规划自大陆跨海至台北之高铁路线一事，除涉及兴建工程技术、营运安全、营运成本等事项外，更涉及国安、民意反映及两岸互动等复杂问题，并非大陆一方的说法即可规划。对京台高铁的规划，有台湾网友说，我吃饭看到这则消息，边笑边喷饭，台湾人同意了吗？真佩服中共的想象力。比较理性的大陆网友表示，中国近年来经济持续下滑，这上百亿的巨资谁出？中共当局能出吗？如果有钱给我们老百姓好不好？修到台湾，人家同意吗？分析认为，中共提出京台高铁的主要目的是测试台湾民间风向。消息曝光后令小粉红嗨翻，大陆网际网络上有很多这类的视频。那里就是未来要通往台湾的跨海大桥，是京台高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，它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跨海大桥。未来从这里坐高铁去台湾只需要半个小时，它就是平潭海峡公铁大桥。搜狐网上个月发布了一篇名为《4万工程师远赴台湾修建高铁，跨海大桥投资120亿》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这座高铁线路是由福建平潭到台湾。其实这座大桥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构想了，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建造。不过随着我们的发展在不断的突破，这座大桥的建造也逐渐提上了日程。这座大桥也被定在2035年正式开通，现在已经完成了平潭到福州路段的跨海大桥。很多小粉红一听跨海一词，误以为是横跨台海。其实这座大桥是福建省福州市境内的一座公路跨海大桥，起点位于福建省福清市，跨越海棠海峡，终点位于海坛岛上的福建省平潭县。有台湾网友留言表示，连接海南岛的跨海大桥70几年都建不出来，天天向空中吐痰，很开心吗？中共继续做白日梦，不要醒，梦里什么都有。近日，台湾多处景点遭到涂鸦。在台东兰屿乡朗岛地区的环岛公路凉亭、告示牌等处，被人用白漆喷上简体字“中国台湾省”等字样。被涂鸦处包括双狮岩、军舰岩，目前被发现约有4处，显示中共所散播的民族主义已蔓延至台湾领土，严重挑衅台湾的主权尊严。警方获报后，调阅监视器画面，并查访周边居民侦办，厘清究竟是何人所为。台东警分局1月13日表示，随意在街头涂鸦、破坏环境是违法行为，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，否则恐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废弃物清理法。此外，涂鸦内容如涉及不实言论或恐吓等言辞，亦可能违反刑法妨害名誉及恐吓危害安全罪等刑责。
小粉红们不但在台湾惹是生非，还在新加坡丢丑。日前，在新加坡欧南园地铁站内，一名中国男子对着地铁电梯小便，被警方逮捕，罪名是公共滋扰罪。经调查，这名男子叫李国瑞，41岁。根据当地法律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者，最高被判监3个月及罚款最高2000新加坡元，约1万元人民币。一位网友在脸书群组 Complaint Singapore 发文，称他的朋友前一天晚上在欧南园站的3号出口，看见一名男子朝电梯扶手撒尿。这名网友说，他们当中的一人立即到乘客服务柜台通报此事，还有人留在现场看着这名男子，并准备上前与该名男子对峙。男子突然感觉到有人在观察他，于是迅速离开。他离开后，这名网友上前仔细一看，发现整个电动扶梯的扶手都被他的尿液污染了。这名男子很快被警方逮捕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